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风铃情感频道。您的点赞和订阅是我更新下去的动力，谢谢您。我与顾向西成婚6年，她本是天之娇女，却意外跌落尘埃。我不离不弃守在她身边。终于，她的新作《缪斯》一举成名，天才画家重回巅峰。记者问她，画中的男人是谁？她笑得很温柔，他是我此生挚爱。那天，我收到了他的离婚协议书。天才画家顾向西携新作《缪斯》归来，多年后重回巅峰。画展上，他所有作品均高价出售，除了最引人注目的《缪斯》，那是一幅惟妙惟肖的油画。融融月色下，湖面泛着碎光，白衣少年迎风而立，手捧鲜花，笑得颠倒众生。他说：“这是非卖品，千金不换。”记者问他，画中的男人是谁？他笑得很温柔，他是我此生挚爱。那天，我收到了顾向西寄给我的离婚协议书，钱和房子都归我，他净身出户。我看到网上的视频直播，拨了电话过去，恭喜呀，画展很成功。他语气淡漠，与你无关。怎么无关？我拉高声调，质疑道，不是要净身出户吗？画展的收入也是婚内资产，我们也该算算。对面冷哼一声，孟怀，你可真是见钱眼开。我沈笑道，钱比人可靠。他沉默半晌，明天让律师给你寄新的协议。我爽快答应，好，从此恩断义绝。两不相，他话还未说完，我就挂断了电话，仿佛多听1秒都是浪费。很难想象，4个月前的今天，我还在祈祷与他一生一世携手到老。那天是我们结婚6周年纪念日，情人节。我悄悄从法国飞回来，想给顾向西一个惊喜。到公寓楼下时，看见一个少年提着行李，独自站在雪里。他双手冻得通红，讲电话的声音却十分欢喜。猜猜我在哪儿？对面不知说了什么，少年的眉眼舒展开，温声说道：“我想你，就来见你了。”我回想起大学时期和顾向西异地恋，相思难抵时，我们也会这样，买张票义无反顾奔向对方。被这一幕触动，我掏出手机想给顾向西打个电话，下一瞬却看见他从楼道里出来。他径直跑向少年，用力扑进他怀里。他将他紧紧搂住，像接住了稀世珍宝。他们在寂静的雪夜，热烈地长久的拥吻。我僵在原地，看他们汹涌的爱意。顾向西抬眼时，终于发现不远处呆立的我。我提着行李艰难向前，几步之遥，像隔了千山万水。他第一反应是挺身护在那人身前。少年有些疑惑，俯身在他耳边小声问，他是谁？我一时间不知道要做出何种表情，在他们面前站定，淡淡道，我是她老公。男孩闻言，大步跨到顾向西身前，做出保护的姿态，这事是我的错，你别怪到他头上。我哑然失笑，望向后方面色纠结的女人，不说点什么吗？顾向西抿了抿唇，目光沉下来，像是做好了某种决定。他走上前，与男孩并肩站在一起，牵住对方的手，十指紧扣，对我说，就是你看到的这样。大约是风雪太大，我被冻得脑子都麻木了。没有质问，没有争吵，我安静地转身回了家。顾向西没有跟上来。家里阳台的窗户大开着，冷风呼呼往里窜。我甚至能想象到顾向西接到电话，打开窗，看到少年翩翩立于楼下时又惊又喜的样子。旁边支着的画架还来得及收拾，画纸上未完成的作品跃入眼帘。主人公俨然是方才的少年，他手捧玫瑰，衣袂随风而舞，脸上带着见到恋人时的羞涩。曾经，顾向西也这样用心地画过我。我和他16岁相识在高中校园，那时他很出名，富家小姐，学霸校花，各种光环集于一身。我是农村出来的，云泥之别，本不会有交集，却偏偏和他成了同桌。我英语学得不好，普通话也带着点乡音，经常被同学笑话。他维护我，也很耐心教我。
女孩说话总是带笑，微微展颜，便灿若千树花开。我暗恋了她整整3年，从不敢肖想，她也喜欢我。高考结束，她没有像大家预想中那样填报清北，反倒选了美院。她说画画是她毕生梦想，家人也很支持。她有资本任性，可我没有。以我当时的成绩，最好的选择是去南方的一所学校，与她相隔千里。那年暑假，她来我家的小山村采风，请我做向导。我们一起看山坡的花，林间的鸟，天上的云。最后一天，我妈拿出自家酿的梅子酒，请她品尝。我没拦住，她喝了一杯，就醉得分不清南北。她倒在我怀里，红着脸说着醉话。她说：“孟怀，我喜欢你。”我帮她收拾东西，发现她的话里全都是我。离开时，我送她去车站，一路走得很慢，很想问她昨晚的话算不算数。终于我还是忍不住开了口：“顾湘西，如果我现在表白，会不会太晚？”她望向我，喜极而泣：“不晚，只要是你，任何时候都不会晚。”我们在一起了。大学4年异地恋，我给足了她爱和安全感，让她清清楚楚知道自己是被偏爱的那一个。她常肆无忌惮笑我：“孟怀，你好爱我呀。”我由着她闹，等她闹够了，低头轻轻吻她。从18岁到28岁，我们相爱10年。无数个昨日在脑中呼啸而过，压抑的情绪终于爆发，我崩溃地将话撕得粉碎。我一个人在沙发上独坐到天明。顾湘西回来的时候，身上带着陌生的香气，像酒店沐浴露的味道。他见到我，眼中有几分愧疚：“对不起。”我双目赤红，一开口声音也是哑的：“什么时候开始的？”他很坦率说了他们的过往。那个男孩叫苏洛，是美院的大4学生，也是学画画的。去年他回母校参加校庆认识的。他欣赏顾湘西的才华，是他忠实且炙热的仰慕者。他们灵魂契合，经常在星空下一起缅怀梵高，在湖畔边畅聊莫奈的睡莲。他说他们俩是难得的知己，也是真心的爱人。我们相守10年，抵不过他们相识10个月。顾湘西说起那人的时候，目光缱绻，神情温柔。他强调了许多遍，我是真的爱他。我极度的发疯，他一个大学生，插足别人的婚姻，能是什么好人？不就是图钱吗？顾湘西看着我，眼神一点点冷下来。孟怀，他不像你，眼里只有钱。他的话深深刺痛了我。顾湘西是个天生的浪漫主义者，向来是金钱为粪土。他大学时已经是小有名气的画家，曾有不少人花重金买他的画，他都拒绝了。他的画向来只赠有缘人，可天有不测风云，他毕业那年家里破产了，父母被人追债，出车祸双双身亡。他被债主堵在家里，我偷偷翻墙进去找他，抱着他说：“顾湘西，嫁给我吧。”我没有身份地位，没有家财万贯，但我有一颗矢志不渝的真心。我咨询了律师，父母的债务子女没有责任偿还，但对方人多势众，无休止的骚扰足以毁了顾湘西的生活。经过母亲的同意，我取出了家中所有积蓄，筹了一笔钱出面谈判，以最小的代价帮顾湘西还清了债务。婚后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苦，出租屋漏风又漏雨，台风天家里变成小池塘，冬天大风穿堂过，冻得人睡不着。我们紧紧抱在一起，说一宿的话。顾湘西尝试去找曾经想买他画的人，却只得到一顿羞辱。从前太清高，得罪了人，如今缺钱了，却四处碰壁。我很心疼，再不许他出去卖画。为了让他过得更舒适些，我每天打3份工，赚100块会给他花99块。有一次我贫血短暂性失明了几分钟，他手忙脚乱照顾我，连喊我名字的声音都是抖的。他在我面前哭到不能自已，不嫁你会后悔终生，但嫁你却拖累了你，这更让我感到绝望。我骂他，傻瓜，我从没觉得你是累赘。那时候我觉得很幸福，我们离婚吧。
顾向西一句话将我拉回现实，他态度很坚决，说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答应。我的心揪成一团，我要什么你还不清楚吗？他没有听懂，只说条件你定。我笑出声来，当真为了他可以放弃一切呀？顾向西垂下眼眸，抛下一记炸弹，孟怀，我怀了他的孩子。我的心碎裂成渣。我想起我们也曾有过一个孩子，结婚第2年，顾向西怀孕了，我高兴坏了，可他瞒着我偷偷打了胎。他泪眼婆娑地和我说，孟怀，我们的条件根本养不起孩子，别让他来这个世界受罪了。顾向西跟我说了许多遍对不起。我抱着他，努力扯出笑容，安慰道，没关系，孩子以后还会有的。那天他将我搂得很紧，在我耳边不停重复着我爱你。这句话像一道咒语，在一无所有的日子里将我们的心紧紧连在一起。从那以后，我工作更加拼命了。我很懂察言观色，逐渐在职场混得风生水起。老板是做进出口贸易的，经常需要应酬客户。我酒量很不错，他喜欢带上我，还会额外给我发奖金。我每天回到家都吐得天昏地暗，顾向西会整晚陪在我身边，细心照料。他总说别为了点小钱喝坏了身体。我不以为意，目光要放长远。时间久了，我积累了不少人脉，后来自己开始做红酒生意。我每天出差应酬，忙得焦头烂额。顾向西又说，钱够用就好，不要这么拼命。可我呀，有2个非实现不可的愿望。我一直相信着顾向西的未来会有星辰大海，我希望他能随心所欲地画画，不必因为生活琐事放弃热爱终生的梦想。我还希望那个被放弃的孩子能够快一点再回到我们身边。皇天不负苦心人，我们的生活真的在一点点变好。结婚第5年，我们有了房子和存款。我终于鼓起勇气提出，老婆，我们要个孩子吧。没想到他的兴致并不高，只说孟怀，现在不是时候。他告诉我，他进入了瓶颈期，已经很久没有画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了。我试图安慰他，你的画很棒，我的朋友都很喜欢，张老板下个月乔迁新居，还说要买你的画做装饰呢。顾向西嗤之以鼻，他们那群俗人哪懂什么艺术。我愣住了，自觉失言，他立刻道了歉，并解释说自己并不是看不起生意人，只是希望得到更专业人士的认可。他将头深埋在我的肩颈，低声道，我只是越来越没有信心了。或许这个时候我们的感情已然出现裂痕，可我太忙了，并没有太过在意他的变化。不久后，顾向西的状态渐渐开始变好，脸上时常带笑。我以为他是突破了瓶颈，没想到是灵魂找到了新的归宿。他爱的少年年华正好，不染岁月纤尘。他会评价他的画像，春天的花，夏季的雨，秋日的风，冬季的雪，是世间最美好的存在。而我伤人重利，满身铜锈，无法与他产生共鸣。孟怀，是我对不起你。顾湘西的声音在耳边回荡。我沉默了许久，像我们共同度过的时光那么长，最后还是心有不甘。我不会跟你离婚的，我听见自己说。顾向西冷冷回，这由不得你。那一刻，我听见了爱情死亡的声音。在我和顾向西闹得最僵的时候，我妈生病住院了，医生说癌症晚期。我爸死得早，我妈吃了一辈子苦。我结婚的时候自顾不暇，她执意一个人住在乡下，不给我们添麻烦。后来经济条件稍有好转，又没有时间陪伴左右，我很自责，这辈子从没让她享过一天福。她躺在病床上，形如枯槁，问我小西呢？我强迫自己挤出笑，高高兴兴回答，她最近很忙，要开画展。我告诉我妈，顾湘西得到了画坛泰斗周乙老先生的赏识，马上就要熬出头了。她笑得很欣慰，小西终于达成心愿了呀，以后你们的生活肯定会越来越好的，妈放心了。
我胡乱编了个理由跑出病房，眼泪止不住往外流。上天的确很喜欢跟我开玩笑。在我们吵完架不久，顾向西得到法国那边的消息，隐居已久的周老先生突然表示对他的话很感兴趣，要见他一面。千里马终遇伯乐，两人相谈甚欢，相见恨晚。顾向西将那个男孩视作幸运星，他说是他帮他找回了画画的初心，才能有此机遇。他不会知道，那是我费尽心思帮他争取来的机会，而如今不过是替他人做嫁衣罢了。我洗了把脸又回病房，我妈突然说想见一见顾湘西，我没办法拒绝，终于还是主动联系了他。大概是自尊作祟吧，我不想在他面前示弱，一开口就是谈判的口气。顾湘西，我们做个交易吧，我同意离婚，你陪我演一场戏。好，他答应得干脆利落。明明是自己想要的答案，我的心又开始扭曲，失望、愤怒、悲伤，负面情绪像千万只毒虫，一口口将我吞噬。我想我大概快要疯了。顾向西按时来了，半个月不见，他愈发风姿绰约，明艳动人，想必过得不错。我们各自收敛表情，装作亲密的样子，推门进入病房。我妈气若游丝地躺在病床上，见到我们，浑浊的双眼一瞬亮了，硬撑着坐起来同我们讲话。她告诫我要疼爱妻子，不能对不起她，又嘱咐顾向西好好跟我过日子。我妈以前并不多话，可这次见了面，她似乎有说不完的话要交代。我知道她就是放心不下。顾向西对她的嘱咐一一回答好。最后我妈将我们的手交叠在一起，交代这辈子要好好的。我忍不住红了眼眶。其实我很想告诉她，如果她走了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的亲人了。可现在话堵在喉咙口，什么都说不出来。顾向西很自然地拍拍我的背，温柔的眼神像极了当年那个18岁的少女。我有些许恍惚，出了病房，我们的手仍然牵在一起。我很没出息地发现，自己还是贪恋手掌间的这一点点温度。我们不要离婚行不行？荒唐的想法在我脑中盘旋。手机铃声乍然响起，顾向西松开我的手。我迷茫地抬眼看他，少女的影子一晃已消失不见。他走到一旁接电话，零星的谈话飘进我的耳朵，都是些很日常的对话。对面不知道说了什么，他红着脸骂一句没羞没臊，然后娇声道等会马上就回家。我看着这个女人，突然觉得分外陌生。她打完电话，见我失魂落魄的样子，皱着眉问你脸色很差，是不是病了？说着手伸过来想要触碰我的额头，我条件反射般躲开了。两人均是一愣，他的手停在半空，有些尴尬道离婚的事可以等你妈身体好些再办。我沉沦的意识终于清醒过来，点头说好。我妈的病情并没有好转，她的记忆也出现问题，每隔一段时间就说要见一见顾湘西。她与我逢场作戏了3个月，陪我听那些重复了许多遍的嘱咐。每次顾湘西来医院，苏洛都会频繁打电话，后来索性自己跟着一起过来。他们手牵手出现那天，我发了很大脾气，拦在他们面前，让他有多远滚多远。顾向西跟我解释，说他会去旁边等，不会让我妈看见。我不肯妥协，嘲讽道少秀一下恩爱不会死。一直沉默不语的男孩突然站出来，怒道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你们要离婚了，别总想着法子折腾人。他越说越激动，差点跟我动起手来。他最近筹备画展，忙得连饭都吃不上，我不放心才跟来的。顾向西牵住他的手，柔声安抚，别动气，吓到我们的孩子了。苏洛瞪我一眼，垂眸看他，可我心疼你。他们恩爱有加的模样让我胃里一阵翻腾。我嗤笑一声，我和他还没离婚，你们在一起算偷情知道吗？要不算你租的，付费使用。顾向西愣住，眼中泛起水汽，孟怀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苏洛咬牙怒视着我，一个大男人说话这么刻薄，难怪你老婆看不上你。我不想忍了，
今天和我离开，还是陪你留下，他只能选一个。随后，他扭头看向身边的女人，目光恳切。没什么悬念，顾湘西与他的爱人携手一起离开了。那天，我妈的状态其实不错，我撒谎说顾湘西临时有事，她也没有深究。可到了傍晚，她却突然昏迷，医生直接下了病危通知书。清醒过来时，她又说要见顾湘西。我慌慌张张打电话过去，她好久才接。我抱着头蹲在地上，问：能来一趟吗？她直接答：太晚了。我急了，我妈快不行了。她语气不耐：我劝你少开这种玩笑。我又惊又怒：你觉得我会拿我妈的命开玩笑？她沉默一阵，说：今晚下雨，我怀着孕，她不会让我出门的。我顾不得颜面，几近哀求道：你让她送你过来，或者我找朋友开车过去接你，保证你的安全，好吗？我们10年感情，求你帮我最后一次。她叹口气：我和她商量看看。我像抓住了一丝希望，语无伦次道：今天吵架算我错了行吗？只要今晚你过来，你们要什么我都答应，好不好？天空电闪雷鸣，将我自尊心碎裂的声音掩埋在黑夜里。电话那头传来低哑的声音，隐隐带着点情欲。顾湘西极不自然地闷哼一声，轻斥：别闹。电话随即挂断，我再拨过去，无人接听。那天一直到深夜，他都没有出现。我妈瞧出端倪，问得很小心：你和小西是不是闹矛盾了？我努力装作轻松的样子：没有，他在赶来的路上了。他的眉头越锁越紧，叫我拨通电话，他要跟顾湘西讲几句，可对方已经关机。后来我妈的意识逐渐涣散，嘴里絮絮叨叨：儿子，你要是过得不好，妈怎么放心得下啊？天蒙蒙亮的时候，他断了气，死时紧紧拽着我的手，不肯合上双眼。我的世界，他成了废墟。我将我妈的骨灰带回乡下安葬，顾湘西跟来了。他垂着头，满脸愧色：对不起，我不知道那晚妈真的，我把她请了出去。无力道：别叫她妈，你不配。孟怀，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？顾湘西声音软下来：我只是想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。我冷着脸：不用。他不肯走，一直跟在我身边。葬礼没有大肆操办，只请了村里几个街坊帮忙。等一切结束，人都散了，我终于冷静下来，跟顾湘西说：我们谈谈吧。他点头说好。我语气冷淡：离婚手续赶紧办了吧。他皱了皱眉，岔开话题：我想跟你解释一下那晚的事。我不想听。我打断他，继续说：你是过错方，我要你净身出户，家里的资产我一清二楚，别耍花招，也别跟我谈条件，否则我把你们的丑事宣扬得人尽皆知。顾湘西目光哀切：孟怀，家里的资产本来就是你赚来的，你觉得我会跟你争这些吗？我冷笑一声：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他露出失望的表情：你以前不这样，人是会变的。我说：以前的顾湘西也不会这样对我。长时间的沉默被电话铃声打断，是苏洛打来的。他走出门外接听，我直接关上了大门，他也没再回来。那晚，我躺在老房子的床上，做了一个很长的梦。我梦到22岁的自己，不顾一切将顾湘西带回家，跟母亲说要同他结婚。债主追到我家，日日吵闹叫嚣。我妈将他藏在房间里，嘱咐小西千万不要出去，一切交给阿怀处理。我一个人与他们周旋数月，终于在过年前将事情办妥。除夕夜那天下了雪，我拖着疲惫的身体从外地赶回来，雪花落在我身上，积了一层又一层，但我并不觉得冷。回家的瞬间，他第一个打开门冲出来，直接扑进我怀里。我微微踉跄几步，但还是牢牢接住了他。我以后都不要和你分开了。顾湘西又哭又笑的样子十分可爱。我刚想开口回应，画面就天旋地转。我呆呆站在一旁，看他在雪地里扑进了别人的怀抱，然后深情地吻他的唇。顾湘西，
顾湘西。我不停地呼唤他的名字，他却怎么都听不到。眼前突然一片漆黑，我开始有强烈的失重感，像在深渊里不停坠落。第二天醒来我就发了高烧，意识变得混混沌沌，就这样在家里躺了2天，有一种濒死的感觉。某天收到生意伙伴的消息，红酒的货源出了问题，亏了一大笔钱。我惊坐起来，迅速穿衣出门，然后一个人看病、吃药、痊愈。这4个月消耗了我太多精力，生意上出了不少纰漏，我忙得甚至没有时间难过。再次听到顾向西的名字，是他在画展名声大噪的消息。一向要求苛刻的画坛泰斗周颐老先生对他大加赞赏，称他这些年属实是明珠蒙尘。已经隐居状态的老人甚至公开出现在画展上，并当众表示顾向西是他这一生见过的最有天赋的青年女画家。一时间业界震动，媒体闻讯而来，网络上的报道铺天盖地。他本就长相出挑，颜值加成下，他的关注度一度超越流量明星。井号女神画家顾湘西井号的词条冲上热搜榜首，他所有的作品一售而空，甚至有人愿意出1000万购买当天画展最瞩目的作品《缪斯》。顾向西拒绝了。记者闻到八卦的味道，问他画中的男人是谁，他大方示爱。大学室友林放给我转发了这段视频，问顾向西怎么会这么说。我拽着刚收到的离婚协议书回复没什么，他爱上别人了，我们打算离婚。林放直接拨了电话过来，愤愤道：4个月前不是还好好的吗？他难道不知道你为了他在法国遭了多少罪？我淡淡答：知道了也不会改变什么。结婚6周年的时候，我想给顾向西准备一份特殊的礼物。我知道他最崇拜的人是一位叫做周颐的画家，这位老先生年轻时就鲜少在大众面前露面，现在更是避世隐居，寻不到踪迹了。我用尽方法和人脉才得到一个真假难辨的消息，有人曾见过他在巴黎马黑区逛街头画摊。于是我以出差为借口，一个人去了法国。那是我第一次出国，人生地不熟，第一天就被抢了行李。我着急去追，却被引进了偏僻的小巷，那里聚集了一帮街头混混，我寡不敌众，被他们按在地上打。失去意识前，我听到有人用法语喊了句什么，所有人便急急逃走了。我在医院醒来，只受了些皮外伤，是林放救了我。我们是大学室友，我婚后1年他出国了，渐渐断了联系，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重逢。他帮了我很多，受伤期间一直是他在照料我。他问我不告诉顾向西吗？我摇了摇头。那段时间，顾向西常把自己关在画室里，似乎处在很关键的时期。我不想让他担心。伤势稍好一些，我就急着出门，天天去马黑区守着。其实我并没有找到周老先生的把握，只是不想放弃任何可能性。云放得知我此行的目的，一双眼睛瞪得老大，一副看傻子的表情，随后一脸夸张地嘲笑我：你就宠着你家那位吧，哪天给你宠坏了。我白他一眼，我愿意。两人打作一团，像回到了大学时期。我在马黑区和一个街头摊贩做了交易，租用了他的画摊，选了几幅顾湘西不同时期的作品，摆在最醒目的地方，日日祈祷幸运女神降临。那时恰好冬季，每天除了睡觉，其他时间都在街头吹冷风，冻得耳朵生了疮。林放总是一边给我买药，一边吐槽，自讨苦吃。在法国待了3周后，情人节临近，我打算回国了。这趟异国之行确实太冲动，找不到人也是情理之中。我想着等下次有了更确切的消息再行动，意外就这样悄然发生。最后一天，我正准备收摊的时候，周老先生出现了，并且一眼看中了顾向西18岁时的作品。他笑着问我这幅画的创作者是谁，我颇为自豪地说出顾向西的名字。他指了指画边上贴着的非卖品标签，又问：不卖？我点点头，这是我个人的珍藏。那又为什么要摆出来？我说，我希望更多人能看见这个了不起的画家。他若有所思，看了这幅画良久，最后笑着离开了。
我了解过这位先生的脾气，出了名惜才，从前挖掘过不少籍籍无名的小画家，如今都成了业界大佬。我知道顾湘西的机会来了，事情比我料想的顺利许多。我想，有才华的人注定是要拨云见日的。我真心为顾湘西感到高兴，他离梦想又近了一步。结婚纪念日那天，我骗顾湘西自己在法国回不来，想给他一个惊喜。可他反应很淡，只说了句知道了。起初我心里有些难过，可上飞机的时候看见他在朋友圈发了一句思念隔着山海，我心里的郁结立刻消散。回程路上还在幻想着我们的美好未来。多讽刺，其实他的思念早给了别人，不会觉得不甘心吗？林放问我，我很平静答，当然会，但现在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日子过好。他松了口气道，孟怀，有时候你真是理智的可怕。我笑说，谢谢夸奖。挂断电话，四周安静下来，我又点开那段视频。顾湘西在镜头前笑得温柔又深情，他说那个男孩是他此生挚爱。果然心里还是不舒服。我拨通电话跟顾湘西说，画展收入也算婚前财产，如果离婚的话也要归我。他嘲讽了我一句便答应了，看来是真心急着要嫁给心上人。我试着把那趟法国之行当做一场投资，现在收获了大额财富，也不算血本无归。这么想着，我渐渐与自己和解，钱果然是好东西。那天我给自己开了最好的红酒，喝到深夜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被一个电话叫醒，林放的声音听起来时远时近，开门。我踉跄着冲出去，打开门，看见他提着行李，挎着个脸，发生这么大事一点不跟我提，不够朋友。我愣在当场。他张开双臂冲我笑，哥们，我来陪你了。我拥抱他，感动道，果然是好兄弟。但事实证明，我感动早了。对一个要离婚的男人来说，热恋中的男人简直就是一剂毒药。晚上我等着他组团开黑，他磨蹭良久才依依不舍地挂断与女友的视频通话。我勒住他的脖子，恨恨道，在我面前秀恩爱是不是过分了点？他笑得恬不知耻，我这叫以毒攻毒。我其实很佩服他，曾经被伤得那么深，依然能活得如此洒脱。你有后悔爱过周韵吗？话刚问出口，我就开始后悔。听到这个名字，林放并没有表现出太多情绪，只说一段感情不是结局不尽如人意，就要觉得那是一场悲剧。我很认真思考了这句话，我想不必因为28岁的顾湘西而去怨恨18岁的他。那个惊艳了岁月的女孩只是不在了而已，我会接受并慢慢释怀。1个月后，我和顾湘西领了离婚证。我买下了巴黎蒙马特的一座葡萄庄园，打算去法国自己学酿酒。林放早已在那边定居，也很欢迎我过去。我出国那天，顾湘西和苏洛举行了盛大的婚礼，新娘穿着高级定制的婚纱，一身珠光宝气。我想起当年我们结婚的时候，真的很穷，婚纱只买了件200块的小白裙，捧花是路边折的一株木棉，简单朴素的像我们那时的爱情。过去随风渐远，行云散尽，物是人非。我登上飞机，奔向崭新的人生。我的生活渐趋平静，本以为与顾湘西再不会有交集，没想到1年后我回乡扫墓，又与他重逢。顾湘西捧着一束白菊站在我妈坟前，见我到时有一瞬的惊喜，哑着嗓子喊了声孟怀。我沉声问，你来这做什么？他向我靠近几步，急急回答，我是想可能会遇见你。你把房子卖了，手机号也换了，我怎么都找不到你。我跟他拉开距离，冷淡问，你有事？山风卷起些细沙，他大概是被迷了眼睛，眼睛竟开始微微泛红，就想找你说说话。我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，顾湘西，你现在有老公？走吧，别在我爸妈坟前碍眼。他充耳不闻，纹丝不动，我赶不走他，索性直接无视。我想跟你解释妈去世那晚的事。顾湘西顾自说着话，
也不管我要不要听。他说我本来是打算出门的，他来拦我，我不小心动了胎气。我敷衍一句哦。他垂着头，语气沉痛，孟怀，那晚我流产了。我摆放祭品的手微微顿了顿，还是没有同他讲任何话。半晌后，他突然又开口，如果那天晚上我来了，你是不是就不会这么恨我？我抬起头，正对上他的眼睛，那里面的伤感清晰可见。不明白现如今他摆出这样的表情还有什么意义。我迅速收回目光，假装什么都没看见，给爸妈烧了3炷香，跟他们汇报了我的近况，告诉他们我现在过得非常好。祭拜完下山，顾向西一直跟着我，话变得特别多。他说我们以前一起在村子里看过山坡的花，林间的鸟，天上的云，他什么都记得。可是顾向西啊，山坡的花不开了，林间的鸟飞走了，连天上的云都不是原来的形状，一切都变了样。老家的房子没人收拾，不能住人，我在镇上的旅馆住了1晚后，直接飞回了法国。与顾湘西的重遇没在我心中掀起太大波澜。恰好林放创立了自己的服装设计品牌，变得忙碌起来。我的庄园雇了人，平常十分清闲，就整天泡在工作室给他帮忙。我开玩笑说，我们2个学贸易的，现在一个做裁缝，一个酿酒，还真是不务正业。他摇摇手指 No, no, 人生就是一个逐渐看清自己的过程。闲聊时，我问他，你什么时候对服装设计产生兴趣的？他迟疑片刻，低声答，你和顾向西结婚的时候。他说，有一件事我一直不知道，你还记得婚礼上你们穿的礼服吗？花纹精美，价格却便宜的离谱，你一直以为是我找朋友帮忙搞定的，对吧？我点点头。他继续说，其实是顾湘西舍不得花钱，只买了最简单的白裙和西服，但又不想让你觉得亏待了他，就亲自绘图，然后请教我的设计师朋友，一点点把花纹绣上去的。还有头纱也是他自己做的，我都不知道他还会做针线活。起初是不会的，不过我那个朋友特别厉害，他人也聪明，没几天就学会了。他怕你自责，还不让我告诉你。他说那会儿他只负责打下手，但看我们穿上身的那一刻，心里还是有满满的成就感。我们的思绪一起飘回从前。他回忆道，婚礼那天你掀起顾向西的头纱，他看见你的脸，动容落泪的样子，我至今都记得。我五味杂陈，哑然失笑，他那时真的挺爱我的。林放想了想，又说，其实前2天我遇见顾湘西了。我没有太大反应，心平气和道，巴黎是艺术之都，他是画家，来这里很正常。他摇摇头，我觉得他是来找你的，那晚你东西落在我这，我去追你，刚好看见他跟在你身后，远远看着，也不上前。我开玩笑，我记得你夜盲，认错人了吧？林放怒道，你他妈当我瞎？我还跟他聊了几句。哥们，我特意把你之前来巴黎找周老先生的事告诉他了，咱们可不能做了好事不留名。我想起这一茬，冲他竖起大拇指。林放叹口气，他听完后整个人都僵住了，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有点可怜。我顿了顿，说，已经与我无关了。我的庄园里来了个特别能干的姑娘，将我的葡萄照料得极好。托她的福，新酿出的酒品质很高，接了个大单子。没想到那么巧，订酒的客户举办宴会，邀请的都是艺术界名流，顾向西也在其中。我去送酒的时候，遇上了他和苏洛，2人的状态很奇怪，话很少，不太像新婚夫妻。我没多停留，签了单子就走。顾向西看到我跟出来，苏洛也没多大反应。我走得急，顾向西小跑着上前，拉住我的手。肌肤相触的瞬间，他又迅速将手松开。对不起。顾湘西，你想干什么？孟怀。他支支吾吾，我没了耐心。他像是忽然想到了什么，没有神采的双眸瞬间亮堂堂。我想画一幅法国的风景图，你可不可以给我做向导？怕我拒绝，又补一句，条件随你开。我答，我不缺钱。
他整个人垮下来，语气近乎乞求：孟怀，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补偿？我冷眼看着他，补偿什么？周老的事我已经知道了。我平静道，被他调中是你自己有本事，我也拿了你的钱，我们互不亏欠。顾向西低下头，轻声喃喃：你当初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笑道：说了会有什么不同吗？他眼底的伤感分外明显，倔强道：我们也许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。我只觉讽刺，顾湘西，清醒点吧。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我为你做过的傻事何止这一件？当初你的心已经不在我这了，我说什么做什么都是枉然。况且我也不稀罕你的一时感动，或许我以前也曾幻想过这样的场景，负心之人幡然醒悟，悔不当初。但真到了这一刻，却并不觉得十分爽快。曾经那个惊艳绝伦的女孩，是如何变成今天这般模样的呢？我顿了顿，认真道：顾湘西，别给自己找借口了，否则我会看不起你。他浑身僵硬，脸上全是痛苦的表情。你走好自己选的路。说完后，我不再看他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那晚林放加班，叫我买夜宵过去。天已经黑了，他的工作室位置偏僻，必经之路上的街灯坏了2盏，整条小道幽暗无声。路边突然窜出2个持刀的人，凶神恶煞地抢了我身上所有财物。我带的钱不多，他们翻完我的包，又恶狠狠对我说了几句法语，发音不标准，我听不太懂。他们挥拳就揍过来，我与他们扭打在一起。慌乱间，有个人影迅速冲过来，用石头敲了歹徒的头。持刀的歹徒凶相毕露，反刺了对方2刀，仓皇逃走。这一切发生得太快，我反应过来时，就看见顾向西一身是血倒下了。我将他送到医院，医生说他腹部中刀，没伤到要害，但右手挡刀时手筋被割断，恐怕以后都不能画画了。他躺在病床上，脸色有些苍白，见到我第一时间便是关心我有没有受伤。我摇摇头，眉头越锁越紧。他笑着安抚我：你别担心，我伤得不重。我纠结良久，还是告知了实情。顾向西脸上的笑容僵了一瞬，随后又自欺欺人般豁然开朗：没关系，你没事就好。可他终究不是个好演员，他别过脸去不看我，整个身子都在发颤。我尝试安慰他，医生也没说完全没有希望，而且就算右手不行，还可以试试左手，总会有办法的。他忽然转过头，红着眼问：孟怀，如果我和苏洛离婚，我打断他的话，直言道：顾湘西，已经不会再有我们了，你好好养伤，别想其他的。顾向西眼底的绝望清晰可见，他眼里含着泪，卑微的祈求：至少今晚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走？我平静答：现在能陪在你身边的人是苏洛，不是我。可是那晚苏洛并没有出现，我终究是没有走成。顾向西手术时，我用他的手机给苏洛打过电话，可惜无人接听。后来又发了短信过去，也没有回复。半夜他发了低烧，还呕出血来。医生再次检查，说他得了胃癌，还没到晚期，只要积极治疗就有痊愈的希望。我不明白他现在有钱有地位，为什么会把自己活成这样，但我什么都没问。第二天下午，苏洛来了，衣着光鲜，容光焕发，只缠着医生问顾向西的手还能不能画画，甚至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。我同顾向西告别：你好好治病，我走了。他没说话，躺在病床上，目光死寂。顾向西右手残废，不能画画之后，所有作品的价值反而水涨船高。让他一夕成名的作品缪斯公开拍卖的消息一经传出，迅速引发热议。当初顾向西在画展示爱，不久就嫁给了画中的男主角，一度被网友传为佳话。这幅画也因为这段浪漫的爱情故事变得更加价值不菲，最后被一位收藏家以5000万天价购得。可没过几天，这件事却迎来了意想不到的发展。苏洛售卖假画，顾向西婚内出轨，2个词条被齐齐挂上热搜。顾向西召开新闻发布会，
公开表示缪斯原作早已被销毁，被售卖的作品系苏洛伪造。他在镜头前承认，缪斯背后的风流家世其实是一段丑陋的婚外情，自己在功成名就时抛弃了相恋10年的丈夫。网友哗然，纷纷开始声讨渣女贱男。由于顾湘西的检举，警方介入调查销售假画一事。不久，苏洛被捕，涉嫌生产、销售伪劣商品罪，由于金额巨大，将面临无期徒刑。自此，顾湘西也没了消息。我的生活如草生低焰，夜生树梢，自在安宁，岁月静好。酒庄的生意蒸蒸日上，半年后遇上一位古怪的客人，是一位16岁的法国姑娘，隔几天就来买酒，指明要我亲自酿的，而且有个特殊的要求。她让我教她中文，每次一句，她会用录音笔小心把我的话录下来。有时是简单的问候语，比如早上好、下午好、晚上好，有时是其他。情人节那天，她又来买酒，让我教一句我爱你。彼时我已进入新的恋情，对象是那个将我的庄园照料得很好的姑娘。我按照客人的要求录下我爱你后，她突然凑过来接一句我也爱你。我宠溺地摸摸她的头，转头对姑娘道歉，多了一句没关系吧。姑娘抿唇似有纠结，但最终什么都没说，拿着酒离开了。那晚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，对面一言不发，只是长久的沉默。我想大约是打错了，恰好女友喊我吃饭，便直接挂了。此后姑娘再也没来我的庄园。顾湘西的名字再出现在公众视野里，是情人节过后不久的事。我看着热搜榜单上的词条井号顾湘西一座，井号愣怔了许久。新闻里说，她的尸体在法国一座酒农庄被人发现，死时疾病缠身，穷困潦倒。唯一的遗物是一幅名为《挚爱》的画作，主人公是一对身着婚服的新人。新娘穿着白色的裙子，手捧一束木棉，新郎轻轻将她拥入怀中。两人的容颜都被头纱遮住，朦朦胧胧，看不真切。业内专家皆评价那是顾湘西一生中最好的作品。网友则更关注，这位画家是在怀念曾经的爱人，还是又遇见了新的知己？我望着新娘手中的捧花，记忆飘回从前。与顾湘西结婚那年，木棉花开得格外早，我折了一些回来，用彩带将它们扎成一束。他问我为什么不是玫瑰，我神秘笑道，因为喜欢木棉花的花语。番外顾湘西视角，我嫁给了年少时第一眼就喜欢的男生，与他约定好一生一世，白首不离。婚后的日子虽然清贫，但依旧甜蜜。事情是什么时候开始出错的呢？现在想来，应当是我们失去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吧。那是我第一次如此深切地感受到生活的无力。这件事之后，他工作愈发拼命，每天精打细算，满心满眼都是钱。我的画卖不出去，他另辟蹊径，通过自己的人脉帮我介绍接商单的机会。就像小时候的命题作文，只要按照客户需求作画就好，每幅作品没有自己的灵魂和思想，只求一个对方满意。我不喜欢，但那是他争取来的机会，我应当珍惜。我们的生活确实在一点点变好。我认为钱够用就好，可他总是不知足，每日疲于奔命，忙得甚至没有时间与我多说几句。他会介绍生意上的朋友给我认识，娴熟地向他们举杯敬酒，各位老总以后多多帮衬。那些人碍于情面，会花大价钱买我的画，然后调侃一句，顾小姐嫁了个好老公。说实话，我讨厌他这副卑躬屈膝的样子，我越来越觉得无法呼吸，甚至对自己的画也生了厌恶。后来我认识了苏洛，他安安静静陪在身边，看我画画的模样，像极了当年的孟怀。他懂我，也欣赏我的画，不会只在意他们能不能卖个好价钱。我灰暗的日子像是突然有了一抹色彩，渐渐找回了活力和画画的初心。我承认，我无法抑制的心动了。我想，这个干净纯粹的少年才是我命中注定的爱人，而我和孟怀一开始就是错的。结婚6周年纪念日，孟怀发现了我们的恋情，我也做出了决定。离开孟怀之后，
我觉得很轻松。更让我惊喜的是，我最崇拜的画家周一先生竟主动联系我，要与我见面。他告诉我，他在法国的街头画摊偶然看见我的画，很欣赏我的才华。那幅画画的是一个质朴的小山村，山坡上站着一个少年，虽只有背影，但却足够生动。那是我18岁时的作品，送给了孟怀。当时他视若珍宝，如今大约是缺钱的时候草草卖了吧。他就是这样，钱比感情重要。无所谓了，反正我们就要离婚了。在周老的提携下，我得以顺利举办画展。我成功了。虽然孟怀让我净身出户，但对现在的我来说，赚钱已经是件轻而易举的小事。我和心上人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，我想，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了。可事情渐渐变得奇怪起来，我频繁地梦见孟怀，有时候深夜惊醒，看见身边的男子，会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，心里空落落的。我开始寄情创作，将自己整日关在画室里。以前我也时常这样，孟怀会给我准备好1日3餐，就算在外出差，也不忘打电话来监督我按时吃饭睡觉。可苏洛不会在意这些。结婚后，他很少花时间同我探讨画作，我稍有怨言，他便会摔门离去。我开始无法抑制地思念孟怀。和苏洛在高级餐厅吃饭时，会想起以前我和他窝在出租屋一起分食一个肉包的日子。给苏洛买各种昂贵的礼物时，会想起第1年结婚纪念日，孟怀偷偷攒了好久的钱，给我买了一支迪奥口红和一套雅诗兰黛的护肤套装。我一边骂他浪费，一边感动得泪眼婆娑。然后记起离婚的时候，我说他是个眼里只认钱的男人，突然如遭雷击。我鬼使神差地给孟怀打了电话，已是空号，又悄悄去了我们曾经的家，那里已经换了主人。我看着房子里其乐融融的一家人，有一瞬在想，自己是不是弄丢了触手可及的幸福。我忙甩甩头，将这种想法从脑子里驱逐。我提醒自己，我的选择不会错的，也不能有错。所以我加倍对苏洛好。可生活就是这么讽刺，苏洛出轨了，真实的他与我想象中的模样大相径庭。他会在深夜给别的女人发性感照片，亲昵地称呼对方老婆。孟怀，原来遭人背叛是这样的感觉，我以前可真坏呀。苏洛威胁我，如果我与他离婚，会搅得我永无宁日。我无法反抗。结婚1年，我们的生活就像进了坟墓。19，我时常会回孟怀的家乡，无论他身在何处，总会回来这里，也许哪天就能遇见。清明的时候，我们真的重逢了。他的气色很好，气宇轩扬，意气风发。离开我，他过得很好。他在父母坟前提起自己在法国的葡萄庄园，我暗暗记在了心里。我开始频繁飞往异国，只为偷偷看他一眼。有一次遇见多年未见的林放，我得知了一个真相，原来我功成名就的背后，是他毫无保留的真心付出。其实他一直都没变，变的是我。我在时光的流逝中，忘了最初的爱与承诺。我曾经真的得到过很好很好的爱情，可我把它弄丢了。这个认知让我痛彻心扉。我还是决定跟苏洛离婚。他提出要求，要拿到比当初孟怀多10倍的钱。我同意了，只是需要一些时间。我们被一同邀请参加法国的艺术展，晚宴时，我竟然遇见了孟怀。我不受控制地想要靠近他。那天夜里他遇袭了，我想都没想就冲上去救他。他送我去医院，还会为我担心，真好啊。如果废掉一只手能换回孟怀，我不会有半句怨言。可他不愿给我这个机会。天知道他离开的时候，我多想抓住他。可他走得那么快，转身的刹那，就连一片衣袖也抓不住了。我想，这就是我的报应吧。以后他会遇见比我好1000万倍的人，而我再遇不见比他更好的了。20回国之后，我病了很久，住院期间，苏洛没来过一次。不久，我得到缪斯被高价拍卖的消息，可那幅画明明已经被我毁了，唯一的解释是有人造假。我回家找苏洛对质，
却在房间里看见2具纠缠在一起的肉体。原来我们这段婚姻比我想象中更加不堪入目。苏洛有一个相恋多年的女友，染上恶习，欠了很多高利贷。他娶我不过是图钱罢了。他跟我谈条件，我的右手废了，相当于失去了赚钱的工具。只要我保持沉默，卖画的钱可以对半分。苏洛告诉我，他真的很爱那个女孩，可他欠的钱太多，还不起会死。原来他也是有心的，只不过这颗心悬在别人身上，甚至为了对方可以铤而走险，真是可恨又可怜。我召开了新闻发布会，他和我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他判决那天，我们离婚了。我的资产早已被他搬空，我再次一无所有。我开始试着用左手画画，作品质量远不如从前，但放在街边还是能卖些钱。我攒了半年，才凑够去法国的钱。医生说我胃癌已经发展到晚期，活不久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想死亡来临时能离他近一点。我在孟怀的庄园附近租了一户破旧的农庄，隔壁住着一对好心的夫妇，他们有个可爱的女儿。我常请他帮我去孟怀那里买酒，每次帮我录一句话。我真的太想听见他的声音了。他酿的酒是我的良药，醉生梦死里让我短暂忘记那些锥心的痛。我常常在梦里见到孟怀，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西服，目光温柔地望着我，说：顾湘西，我们结婚了。清醒时，刻骨的相思又开始折磨我，我把它们通通倾泻在画里。原来我仅用左手也能将孟怀画得极好，毕竟年少时早已将他的眉眼描画过无数遍。我将自己画在他身旁，并将那幅画命名为挚爱。可孟怀的眼睛就这样直直地盯着我，看得我心里发慌。他一定是讨厌这2个字吧。我用油彩画了头纱，遮住我们的脸，自私地将这2个字填在画上。若有来生，我绝不会再放开你的手。我蜷缩在画旁，任由孤独和绝望将我吞没。转眼到了情人节，我的身体已到极限，我意识到自己快死了。这种时候应该可以任性一次吧，我请隔壁的姑娘帮我录一句我爱你。可她告诉我没录成功，好遗憾啊。夜里，我忍不住给孟怀打了电话，要说些什么好呢？我还没准备好开口，就听见了女人的声音。她娇气地喊她名字，孟怀回她的语气带点宠溺，那是恋爱中的声音，曾经我最熟悉。我明白自己终于彻彻底底失去她了。电话被她直接挂断，我呕出一口血来。眼前完全陷入黑暗之际，我看见画中的新娘掀开头纱，看向身边的新郎。他手里拿着一株木棉，问为什么不是玫瑰。他神秘笑道，因为喜欢木棉花的花语。我猛然想起自己曾告诉过孟怀，我最喜欢木棉花，因为它的花语代表了爱情的箴言，珍惜身边的人和眼前的幸福。好了，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，谢谢大家。